打了这么久，乌克兰终于把西方给出卖了，暗示如果赢普京，只有一种办法。大家好，我是秦玉华，欢迎收看《玉华观点》。俄乌冲突打到现在怎么样了呢？战事恐怕要进一步升级之际，乌克兰终于把西方给出卖了。今天我们聊聊这件事情。最近克里米亚地区的机场发生爆炸一件事情，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。目前有关这一爆炸案的说法扑朔迷离。按理说这是俄罗斯军队后方军事基地，各种各样的防御措施一定十分的严密。如果说是乌军偷袭，那么俄军引以为傲的战力似乎就成了摆设。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，机场只是发生了意外事故。不过对这一说法，有网友也不买账。什么样的意外能够带来这么严重的损失呢？还有人表示，在非常的时期，正如国防部所说的意外，那俄军队更应该进行深刻反思才对。在没有更确切的消息出来之前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情况。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这次爆炸事件很有可能是进一步导致战事升级。坦白的说，即使没有这次爆炸事件，局势的升级也是意料之中。从本质上说，这场冲突的主角并不是俄乌，而是美俄。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接连不断地对乌克兰实施军事援助。不过乌克兰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面对一个如此强劲的对手，西方目前的军援力度真的够用吗？在这个问题上，乌克兰终于还是把西方国家给卖掉了。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丹尼洛夫表示，以目前西方国家的军援力度，打败俄罗斯基本是不可能的。谁都知道，俄罗斯有着连美国都必须忌惮的军事实力。如果单靠西方断断续续的军事援助，打赢俄罗斯是不可能的。更何况，此前美国媒体还指出，西方对乌军援实际上给乌克兰的后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说简单一点，就是西方将五花八门的武器装备都运过来了，运过来很容易，但是要真正的在战场上使用，乌军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，而且打一仗就有一定的损耗，武器的后勤维修保养也非常的关键。所以这些援乌的武器最终能够发挥多大的效力，答案显而易见。不过我们还应思考一个问题，乌克兰官员说出这番话是打算向俄罗斯认输吗？我觉得恰恰不是。如果乌克兰想认输，他们大有可能直接找俄罗斯去了，而不是拐弯抹角的拉西方下水。唯一的解释就是乌克兰这是在暗示西方国家，告诉他们想要打赢俄罗斯只有一种方法。至于是什么方法呢？那就是加大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。这里所说的力度不仅仅是援助武器数量和种类的增加，现在的乌军更需要的是大规模的打击利器。也就是说，西方必须下血本。这样的道理西方不是不懂。美国的盘算是要利用最小的代价来搞垮俄罗斯，所以乌克兰想让美国出大血基本也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说战局发展到这个地步，面临挑战的绝对不止俄罗斯，搞不好乌克兰同西方先闹掰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